在我们的生活工作中，如果我们仔细留意的话，会发现很多巧合。这些巧合不仅常常能让那些亲身经历者们历历在目，还会让旁观者为之惊叹不已，甚至有时候会给人一种错觉，仿佛冥冥之中似乎有一股什么力量在影响着这一切，让人感到心中惊疑。大家好，我是关之，那今天我就给大家讲讲几个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巧合。这第一，被诅咒的家族。肯尼迪家族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，他以政治精英闻名世界，然而就是这样的家族却充满了悲剧。这个家族中最著名的应该就是约翰·肯尼迪，他是美国第35任总统，但在1968年11月22日下午却遭遇到了暗杀，而自此之后，肯尼家族仿佛便遭到了某种诅咒。就在约翰·肯尼迪遭暗杀的阴影还未褪去时，1968年6月，他的弟弟罗伯克·肯尼迪被提名民主党总统候选，可是在参加总统竞选时却在洛杉矶遭枪击身亡。1969年7月18日，爱德华·肯尼迪在一次酒宴之后驾车坠桥，自己九死一生活了过来，但同车的年轻女助理科普珍却溺死在了车中。而至此，约翰·肯尼迪总统的9名兄妹中有2名被暗杀，2名因飞机事故而死，1名没能过上正常的生活。这还不算完，肯尼迪家族的悲剧也延续到了后一代。肯尼迪总统的儿子死于非命，他的次子在他被暗杀的3个月前因早产出生，但3天后就死去了。罗伯特·肯尼迪的儿子于1984年在佛罗里达州疗养院被家人赶出后，在附近的宾馆里被发现因服药过多而死亡。1997年12月，迈克尔·肯尼迪在科罗多滑雪时受伤，次日在医院不治身亡。还有爱德华·肯尼迪的长子爱德华·肯尼迪二世，1973年因癌症切断了右腿，次子派垂克·肯尼迪当时任众议员。1999年7月，随着小约翰·肯尼迪驾驶飞机一头塞入了海中。那么这个著名家族为何如此多灾多难？这个没有人知道。2. 被死神与女神眷顾的人。弗莱恩·萨勒克是一名退休的音乐教师，他被克罗地亚当地人普遍看作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，同时他也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。据统计，他一生遭遇过7次极其危险的事故，每一次都差点丧命。他曾在一次火车坠河事故中差点淹死，在2次汽车爆炸事故中差点被烧死，在一次飞机失事中又差点被摔死，但似乎由于幸运之神的保护，每一次他都能死里逃生。更让人跌破眼镜的是，这名饱经灾难的厄运老人在2013年竟然获得了该国60万英镑的大奖，不知这是不是幸运女神的眷顾。3. 死亡之船。夏洛斯特号巡洋舰是希特勒全力建造的，它配有最新式的电子装置，其航速之快，战力之强，就连当时世界上海军实力最强的英国也自叹不如，堪称海上霸王。然而从夏伦霍斯特号开始建造的那一天起，倒霉的事却接二连三的发生，一直到舰船彻底毁灭，因此它是德军最忌讳的，也被人们称呼为世界上最倒霉的船。最初夏伦霍斯特号建造到2/3时，船体突然无故断裂，这次事故造成了61人死亡，110人受伤。好不容易修造完毕，就在要举行下水典礼的头一天晚上，夏伦霍斯特号却自己离港，不仅撞坏了2艘浮船，而且还撞伤了船上的成员。夏罗霍斯特号悲剧这还远远没有完，在一次战斗中，他正要炮轰敌手时，舰船上的炮门突然炸开了，当场就有9名水兵死亡，11名炮手丧生。更悲惨的还在后面，看似强大的霍伦霍斯特号在与英国海军交战的时候，遭到了英军奥斯陆号的猛烈攻击，他竟然毫无还手之力，舰身在炮火的攻击下失火，几乎导致沉没，官兵跟着死伤不少。在另一艘军舰的掩护下，他才脱离危险，劫后余生的夏伦霍斯特号只好停留在耶鲁贝港。可是一天夜晚，他却被自己的布莱蒙号舰撞了个正着，布莱蒙号因而沉没，夏伦霍斯特号也受损严重。德国在花了很大精力将它修复后不久，又遭遇到了英国舰队的猛烈轰击，这一次夏伦霍斯特号被击沉，舰上的官兵全部阵亡。那么一艘如此先进的巡洋舰为什么会这么多灾多难，成为不堪一击的废铁呢？甚至成为了希特勒的不祥之物。这种巧合大大削弱了希特勒的军事实力，这也许就是人们说的天意吧。第4，集体的迟到。在阿比特里斯市有一座教堂，原本1950年3月1日晚上7点15分，15名唱诗成员将进行唱诗排练，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，7点25分教堂就发生了爆炸。不过奇怪的是，
这一次爆炸却没有一个人伤亡。原来当晚这15人集体迟到了，在7点25分前，他们一个人也没有到，15名唱诗成员也因此幸免于难。有人计算过，散居在城市不同地点的15人同时全部迟到，在100万次人中才有一次，这实在是太巧合了。更离奇的是，参加排练的15名人每个人都有充分的理由。有的人说我的汽车发动不起来了，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今天上午我还开车溜了一圈呢。有的人说我是因为演出服还没熨好，本来我让我姐姐熨的，可是我姐姐为了给妹妹梳头发，就把给我熨演出服的事给耽误了，而我自己因为要化妆而耽误了熨演出服，我还因为这个生了我姐姐的气。有的人说我下午本来计划要早一点去教堂排练的，可是在我到饭店吃饭的时候，粗心的服务员把我的衣服给弄脏了，我只好又跑到家里去换衣服，结果遇到了堵车。还有的人说我正要出门，一个同学突然来拜访我，我们3年多没有见面了，所以我们聊了许多往事，交谈的时间拖得太久了，所以我又迟到了，等等吧。总之他们各有各的理由，但如果只有1-2个人还好说，可15个人集体迟到，这就有点邪乎了。如果不是早就已经商量好的，这个事情还真难以解释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先到这里了，如果大家对这些巧合有什么想法的话，可以留言，我们一起讨论。我是关之，那我们下次再见。